光临，欢迎光临。还有礼拜哦，礼拜对，看你有没有时间。那价钱这个不便宜啊，不便宜，多少钱？大概12000。你需要为你介绍什么吗？没关系，我看一下。这边我要暂停一下，如果看到我家的柜台人员电脑打开是给我玩新接龙的话，我一定当场干翻他，干到空翻1080度落下之后跪地道歉。我是乌阿哥，我是现役的生存游戏玩家。我加入生存游戏大概有10年左右吧，也有在拍摄生存游戏相关的影片。目前也在一间枪店上班。今天呢，我要来解析《燃烧吧 OG》上有关于生存游戏的镜头与现实的生存游戏的片段。Check it out。通常我们在游戏过程中被打中了，下意识都会举手喊阵亡。如果影片这个状况在现实中出现的话呢，玩家就会认为对方是没死或者是赖皮。那好一点的话，可能就是一直开枪，然后让对方下来。那状况比较差的话，可能就有直接现场干架起来，不一定。加重的。通常啊 ，BB 弹射出去打到人的时候，一定会找不到当下打你的 BB 弹，只能说这个角色的视力真的太好了。站住！往这边走！这里有其他部队。不好意思，请问你们是哪支部队的？我们并没有跟你作战的意思。这几个镜头啊，已经出现超多 bug 的。刚刚讲到赖皮的问题，另外还有用纱窗当掩护是傻笑，这个我真的看不懂啊。那看来这位女主角的眼睛也很利哦。再来是询问对方是哪个部队，通常我们不会说部队，会说枪队。而且真实上遇到这种情形的话，我们也是直接大喊暂停，再把对方叫出来讨论。这怎么搞的？这是？哎，你们看这，哎，你们怎么回事？李俊，哎，一光正，哎，你手上这个都怎么跟地下这玩意儿一样啊？哎呦，哎呀，原来是你啊！这个红的绿的，你看你把这个怎么样的？你为什么要这样搞啊？让他说清楚，说清楚怎么回事？这几个是在我那边捡到的哦，玩具枪子儿。看到这边啊，一定会有很多人好奇说，那现实的生存游戏有没有这种 BB 弹呢？答案呢其实是有的，但是因为它容易碎弹，所以很容易造成玩具枪的损耗啊跟坏掉之类的。尤其在瓦斯枪跟电动枪上面，会比较常出现这种情形。因为弹重比较轻的关系呢，所以在空气枪上面呢也比较容易造成弹道不稳定的状况，所以现在根本没有人在用了，销量也不好，所以呢也没有在卖哦。妹子说的对，是当年金门炮轰的声音，我们都没怕过啪嗒这个声音啊！确实跟炮轰声一样。一定又有人会问说，这个东西呢，在现实的生存游戏当中有没有这种拔蜡？跟大家说，也是有的。
但是影片中的这一款是属于会喷汁的，也就是它会洒出颜料出来，而且使用一次性而已。那现在呢，这款商品呢，基本上也是没有在卖了，因为现在有些玩家衣服它属于偏向真品的状况嘛，那他的衣服要是被喷到颜料的话，会很不爽，而且也比较容易造成纠纷。那现在呢，主要是用这款音爆手榴弹，它里面呢是可以装粉末，然后水或者是 BB 弹的。那爆炸的时候只有这个可爆，那这个东西是可以重复利用的。那这款音爆手榴弹在生存游戏当中呢，比较偏向主流。那电影当中呢，说它的声音跟炮轰声是一样的，我是觉得太夸张了，因为这个爆炸声呢，连真正的步枪的声音都比不上。在台湾呢，跟我一样的年纪，或者是比我还要大的男生，大概就知道我讲的意思了。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。还有回来哦，个礼拜对，看你有没有那个时间。那价钱这个不便宜啊，不便宜，多少钱？大概12000。你需要为你介绍什么吗？没关系，我看一下。这边我要暂停一下，如果看到我家的柜台人员电脑打开是给我玩新接龙的话，我一定当场干翻他，干到空翻1080度落下之后跪地道歉。通常啊，枪店的电脑系统打开啊，大部分都是结账系统的状态，不是进货就是网购出货，要不然就是结账，不可能跟你在那边玩接龙。来，再一张，再一张。哦，好，嘴巴嘟起来。再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胸部上有只蚊子，拨一下，拨一下。没有，它还在，快一点啊，快一点。哪来的蚊子啊？好，嘿，跳下。这跟枪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变态耶！再一次。来啦，换这套。你不要遮，不是我要看经纬，你要打开啊。哦，9令打开啦。没有人打生存游戏是把衣服扒开的。就是这样，黄色会透出里面的绿色，那个反差很漂亮。跳一个啦，我数到3哦，1、2、3。你真的很像变态耶！这边我没有要说什么，只是给大家看福利而已。光临，需要什么自己看看哦。哇，年轻人，我们几个人要买枪，买枪，来这边就对啦。不过，你们是要买哪一把？我们首先用什么枪啊？用那个中正步枪。中正步枪。中正步枪。9令，你听不听到？他们说要买中正步枪哦，是哪一把我也不知道。要是我们店员用这种态度给客人看到，我一定当场干翻他，干到空翻1080度落下之后跪地道歉。我们继续看下去。蒋中正你没有听过？那是复古的古董啊，现在根本没有人在做，好不好？是哦。贝贝，你们要买中正步枪哦，应该是中正纪念堂了啊。跟刚刚我讲的一样，要是我看到我们店员有这种态度对待客人的话，我一定当场干翻他，干到空翻1080度之后跪地道歉。中正步枪都不知道，亏他还在枪店上班。虽然生存游戏的枪店没有卖中正步枪，但是这把枪的始祖呢，就是大家最熟悉的98K。枪型不知道就算了，对待客人还是这种态度，我觉得是直接开除。北北买玩具给孙子啊。我们自己买了自己用，有没有中正步枪？对，北北知道这些枪是假的吧？我当然是假的，要是真枪，我不反攻大陆去了。中正步枪没有，但有类似的。你们有多少预算？钱不成问题，我们连旧台币都有。对，给我们最强的枪，重点远、准。对，没问题。展览，那个仓库最上排 ，AK、98K、M14。这个店长基本上就比较符合我们店员会做的事情。算你们赚到，
我们家老大改的 RPK 啊，可是倍儿棒的。哎，北北，那一把是我们店里面最新进货的 PSG 1狙击枪，初速每秒200公尺，最大射程呢有60公尺哦。你要不要看看别把？因为呢，你买那把可能也不会用哎。就跟我刚刚讲的一样啦，这种态度我一定会被我干翻到空翻1080度之后跪下跟客人道歉啦。我们正确枪店的做法就是呢，北北你对这把有兴趣吗？等我一下，我去拿给你看。那把这把枪拿下来的时候，会顺便说，北北不好意思，因为这把是全新的，所以不要做任何的操作哦。再拿给客人，让客人去感觉一下这把枪的重量或者是品质。真的。哎，拿2盒子弹给阿贝们杀必死。哦，好啊。嘿嘿，这年轻人有观念啊！哎，有意思，有意思。付钱啊，付钱，付钱。拜拜，拜拜，下次再来哦。在这边我跟大家讲一下，再怎么分析拿错 BB 弹，最后这个商品呢还是会拿到柜台结账。那店长亲自接待客人的状况下，就会知道东西没有拿对。如果店员拿错商品的话呢，我们会跟店员说，是哪一款 BB 弹，多少重量的弹，然后再去做一个换货。所以这个镜头呢，我觉得它是一个 bug 啦。哎，再见。拜托，只是一只老鼠哎，你有2个老婆还派个巴拉？他就是因为有2个老婆，所以才躲不掉。我们看到这个角色，他手上是拿2把枪，一把呢是 AUG， 一把是 P90。通常啊，我们下场玩的时候不会这样子拿2把长枪下场，因为光瞄准就很难瞄准了。快，来了，走了。打那么远一定要改的。我在这边跟大家说明一下，在 Airsoft 的世界里面，打远的枪不一定是初速高。像我这把 AAP01呢，它的初速原厂是110左右，但是我可以把它的距离打很远，大概4到50公尺左右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呢？因为我有改下压点跟 hub 皮，但是没有改初速。可能没有玩生存游戏的朋友不知道我讲的这2个零件是什么。我在这边跟大家说明，我们射出去的 BB 弹呢是圆形的，然而要让圆形的东西呢有个平稳的飞行轨迹。要怎么去做呢？就是要让它旋转，就像棒球的上飘球一样。那我刚刚讲的那2样零件，就是控制 BB 弹上旋力的零件。电影里面说的有改，我个人推测应该是改初速。我另外再讲一下，这边又多出一个 bug 出来，要下场前，我们都一定会要求至少要戴护目镜才能够下场玩。那如果我们看到对方没有戴护目镜的情况下呢，我们一定会大喊暂停，并且要求对方回休息区戴上护目镜之后才可以继续游戏。所以我觉得这边真的是 bug 还蛮多的。走吧，快走吧！哎呀，院长，怎么办？快进！大，他们 A 组被撤了，不可能，裘利亚丁还在打。你看我的大，快去！什么啊？在车啊！妈的！这怎么打？这一幕大家可以看得到，这个女主角呢，就是拿红外线对准老贝贝的脖子，然后发射一枪。那在正常的生存游戏里面呢，因为大家都知道红外线对眼睛会有损害，所以呢，红外线在台湾很多枪队基本上都禁止使用。再是陷阱的部分，我之前也有在场上做过陷阱，如果有看过我引爆手榴弹那一集的话，大概就知道是怎么做了。但是我们前提就是不能让他人受伤，像电影里面这个情况呢，我觉得是还蛮超过的啦。
各小队注意，我们分组搜查，如果遇到攻击的话，就用红烟当讯号。Go。报告！于6号明天遭受攻击，于6号明天遭受攻击。各小队注意红烟位置，马上做情形报告。这个动作我真的觉得非常要不得啊！人家都已经打到你了，你不举手喊阵亡就算了，你还在那边放红烟，然后用无线电报位置，这个强的真的是。各位，希望之前的种种误会能借由这次友谊竞赛一次解开。胜负条件就如挑战书上写的，不论结果如何，都希望彼此能够尊重对方，也尊重比赛。可以啊，你们人少，规则就你定吧。好，以全队歼灭作为胜负的判定，击中胸前标靶才算阵亡。不用这么多，我们也出6个人吧。年轻人，上次我们4个打得你们落花流水，这次就带了几只小猫。好吧，那我们就全队出动。这次尊重你们，千万别说我们以多欺少啊。OK， 15分钟后，以鞭炮声作为开战讯号。基本上啊，有讲好就好了啦。只是啊，我们一般在玩没有给你什么胸前标靶做记号的，没有，我们都是玩荣誉阵亡制的。那什么叫做荣誉阵亡制呢？就是你被打到了，你就要自己承认你被打到，举手喊阵亡这样子。那像刚刚前面讲的，如果你被打到僵尸的话怎么办呢？这个就是冲突的开始，因为毕竟生存游戏圈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而且近几年网络又很发达，摄影机又特别多。要是你被拍到这种行为的话呢，基本上就没有人要跟你玩了。小米，有没有主进攻？哎呦，我的妈呀！哎呀，这么跟着怎么管？哎，这个大头。跟大家说明一下，这种短距离的方式呢，通常我们在生存游戏当中呢是会换小枪的，因为长枪出速通常会比较高，而短枪呢出速相对会比较低一点，所以有很多枪队呢会要求近距离换小枪。爹啊，张汉新台那边很危险，赶快去支援！哎，你已经阵亡了，哪那么简单阵亡？还有肉搏战呢？阵亡报位这个部分我就不想说了啦。那后面的肉搏战呢，在现实的生存游戏当中呢是没有这样子的肉搏战。我们指的肉搏，就是通常我们会偷偷摸摸的走到对方的后背，并且拍对方的肩膀，就示意说你被我暗杀啦，你应该下场啦。通常都是这样子比较偏向和平的方式去做的，并没有像电影当中会要抢对方的枪之类的。OK， 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喜欢这部影片的话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。这个呢就是我为 G8 做的电影解析。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